小福，你在干什么呀？姐姐，我在为一个人祈祷。是谁能有这么好的福气啊？我告诉你，你不能告诉别人啊。你怎么知道姐姐会想多还是想少呢？姐姐在想什么，我知道的一清二楚。好了好了，好妹妹，那，你告诉姐姐，姐姐不会乱猜，也不会乱想，这样总可以了吧？你快告诉姐姐，到底那个人是谁呀？太子。小福，你不要想歪了，姐姐。我们做奴婢的，为主子祈祷，有什么奇怪的？小福，姐姐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说吧。我们这些在深宫里的宫女们，但凡跟皇族的龙子龙孙有上一点感情瓜葛的，除了太上皇之外，其他人个个都是很悲惨的下场。姐姐，并不是这样的。我跟太子只不过是什么？我担心他的前程啊。姐姐，现在太子的前程就是我的前程。姐姐难道不这样认为吗？小福，真的只是这样吗？你不要骗姐姐。姐姐，你放10000个心。我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我从来不会拿自己跟太上皇比较的。你明白就好。你只要在宫中平平安安的生活，一定要记住这个规则。主子毕竟是主子。我知道了，但是现在太子正面临巨大的考验。姐姐，如果你是我的话，难道不会感到羞戚相关吗？没错，为他人朝夕操心、牵肠挂肚，那种滋味确实很不好受。听姐姐的语气，好像感同身受，有感而发嘛。是什么人让姐姐朝夕操心、牵肠挂肚啊？这下换你想多了吧？姐姐，不用隐瞒了，快点告诉我。别胡闹了。会不会是哪个龙子龙孙呢？不是，不要胡说了。好，你不说就算了。总之，我一定会祝福你跟那个人的。真的，皇儿，你果真与吐蕃完成了买卖，为国库增加了100万两。回皇上，儿臣幸不辱命，现在只等儿臣将布帛卷增运往吐蕃，吐蕃便会一期送上100万两。啊，太子贤德，既不用加征赋税，又可增加国库收入，真是无负万民寄望啊！太子智勇，不但想出办法与吐蕃做买卖，增加国库收入，还孤身犯险，深入吐蕃达成交易。太子一举两得，既与吐蕃修好，又令突厥知难而退，平息三方干戈，真是苍生之福，社稷之福啊！太子殿下这次能够功德圆满，全赖皇后娘娘支持信任，娘娘应该记一功啊。是吗？听说这笔买卖，你也出了不少力，功劳可不小啊。龙姬不过是替殿下买了些布帛卷增，略尽绵力罢了，根本谈不上什么功劳。武大人过誉了。本宫只是闲话了一句，
没想到隆基却把这件事情尽心尽力地做好了，立了大功啊！看来外头人说你只谈风花雪月，不关心朝廷大事，都是误解你了。侄儿确实一向是慵懒惯了，不过对娘娘的话，侄儿可是无时无刻不放在心上。哦，好啊，好啊，我看呀，要大大的奖赏他。赏，要赏，个个都要论功行赏。皇儿，现在和亲尚在进行之中，你提早向吐蕃示好，为天下苍生尽早带来太平，实在是大功一件。朕现在封你为魏王，百洛州牧，赏1000户。儿臣谢父皇隆恩。真没想到这小子突然变得这么精明，不但化险为夷，还让他立了大功。可恨的是，弄得本宫实在是措手不及。他的话，哼，因祸得福了。娘娘，这一次我们虽然失利了，但是来日方长，我们还可再图后继。王爷，皇上已经对他刮目相看，他的地位已经是稳如磐石了，再也无意见缝插针了。既然这样，逼不得已，我们只好……不行，为何不行？难道皇后还对那小子怀有什么骨肉亲情，不肯下手？什么骨肉亲情？他又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本宫担心的是，这样做会留痕迹，会惹出很多麻烦。你要知道，太子背后还有一个隐伏不出的太平公主。再说，这个李隆基父子，他们会站到哪一边呢？我们不得不防啊！难道我们就眼巴巴地看着他们锋芒刺决，势力做大？若真到那一天，我们想对付他们，恐怕都已经难上加难了。放心吧，我不会由着他来的。明枪不行，还有暗箭。姐妹们，我来了，小鱼、丹华、小凡姐，小凡姐，来啦！怎么样？看你们很忙的样子，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哎，没有。你要是再早来一点儿，那倒是真来的不是时候了。你不知道啊，我们忙活了大半天，才刚刚缓过一口气来。为什么？哎呀，是这样的，今天早上皇上下旨，命令我们呀做出一道非常精美的洛阳宴菜，说是要送往东宫，赏赐给太子享用的。那我听说过这道菜，说是当年呢太上皇赐名的御膳名菜。不过这道菜的工序啊很麻烦，所以是够你们忙的了。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美味的佳肴。你怎么知道？啊，莫非你又犯了馋嘴的毛病，偷尝了一点儿？哎呦，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啊！不过我把做菜的食材稍微留了一点。你呀，真是死性不改。哎呀，糟糕！怎么了？什么？你好像还没有毁尸灭迹，要是一不小心被冯上使发现了……哦，对对对，哎呀！怎么了，小鱼？怎么了，小鱼？怎么会有只死老鼠啊？怎么会有死老鼠在这儿啊？我不知道，快去收拾！如果被人发现了，就大祸临头了。你快去啊！啊，我才不敢去呢，你去吧。那还是由我代劳吧。
这什么东西啊？你们也不知道吗？不知道。那你们是否记得，刚才有没有外人进来过？外人。哦，对了，之前好像周公公来过，催问我们菜肴是否已经做好了。啊，对对对，我就在这儿炒菜呢，然后他就一直催我。对，他说要快点送到东宫去。怎么样？菜炒好了吗？快了，快了，不要催，马上就好了。快点，快点。不错。没有老鼠药，老鼠自己不会死的。这张纸上一定是药。我们哪里来的老鼠药啊？有什么事吗？怎么了你？这菜有毒，不能吃。有毒？太子，你没事吧？没事了，不过吃了一小口，也都吐出来了。你没事就好，就好。傻丫头，中毒的是我，又不是你。看你的样子，好像比我还凄惨呢。你知不知道刚才很危险？如果我再晚一点，你就……你以为我会死是吗？放心吧，我不会这么轻易就死的。为了你，我绝对不会死的。对了，刚才幸好姐姐及时相告，不然不堪设想。你姐姐怎么知道有人要害我？她没有说。就算她不说，我也知道，肯定是她。是谁？母后，她总算是按耐不住了，要对我痛下毒手了。既然你先对我不仁不义，那我要做什么，也就不必觉得愧疚了。你要做什么？自古以来，皇帝霸业的得来，总是同是草革，血流成河。自皇祖母逊位之后，父皇登基，我实在不愿意再看到这种骨肉相残的事情发生。再怎么说，她虽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但还是我的母后。
如果可以，我实在不想对他下毒手。对，千万不要动手。皇后娘娘，她只手遮天，还是不要跟她作对的好。正是因为他只手遮天，我更不能让他肆意妄为。你要知道，他一心效法皇祖母，想当第2个女皇帝。如果我不能先下手为强，防患于未然，他今日谋害的是储君，他日要谋害的就是国君。可是，别可是了，福儿。在这宫里面，能够真心为我的，没几个人了。我说过了，为了你，我绝对不会死的。失去回忆，也让时空停停。我知道，有你是反对未央，我不得的风景。姐夫，姐姐，左看右看，今天的你跟平常有点不一样哦。有什么不一样啊？笑容。笑容，谁不都一样吗？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哎，老实跟姐姐说，是不是跟太子有关呢？太子殿下已经摆脱困境了吗？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姐姐希望你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不过人在宫中，始终如履薄冰，万事都要小心呢。姐，你唠唠叨叨的，像个姥姥似的。总之呢，将来一定否极泰来，鸿鹄将至。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先回去了。有机会我再来找你。我先走了，慢点儿。太开心了！哎，七夕佳节将至，你们打算怎么庆祝啊？每年皇上都御准我们可以到太液池游玩一番，我想今年的盛况必定胜过往年。嗨，反正人在这宫中，难道还可以找到情郎吗？我只要能够痛快的吃喝玩乐一番就可以了。姐妹们，参见孟四月，免礼。七夕当晚呢，一般乐师要在皇上还有皇后面前奏乐助兴，所以有劳大家将乐器擦得一尘不染，不容有失。对啊，这打理乐器也不容易，没有多年磨练，干不了。啊，秀蝶，你在这里做了多少个年头？4年。水云，你呢？5年。香莲姐，你在这前后熬了有7年吧？7年又如何？这擢升又不是凭经验实力的。哼！参见上大人。你们把乐器都放回去吧。是。
还是统管不了这些宫女。我也没有办法，我已经处处忍让他们，但是他们始终跟我作对。不懂得好好打理乐器，前因难以和谐；不懂得好好管制属下，做事难以圆满。你明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当然明白了，但是这个道理知易行难呐。人总是有弱点的，有些人是重情，有些人是重财，有些人是重权。可是香莲呢，重的就是乡情。重乡情，是什么乡情呢？我又不是他的老乡，我怎么知道呢？你好好想想吧。圣医大人，乡情。小凡姐，小鱼，小鱼，哎，小鱼，小凡姐，这里呢。哇，你在煮什么？好香啊！这个呀，可是海鲜八珍。这里面有海参、鱼翅、鱼腹、海锅蛋菜、乌鱼蛋浆线柱，还有栗黄。哇，这么多珍贵美食，那你可以大饱口福了。这是皇上吃的东西，我哪敢吃啊？不过皇上每天都吃山珍海味，也不知道会不会吃腻了。我呀，可是特别想念我们家乡的小菜呢。你家乡有什么好吃的小菜啊？我们家乡的小吃可多了，最好吃的呢要数梭罗、糖油粑粑。还有飘香万里的臭豆腐。臭豆腐，臭的豆腐，怎么会有美食用臭来命名的？这你就不知道了。这个豆腐呢，虽然闻起来臭臭的，可是吃到嘴里却特别的香，正是那黑如墨、香如唇、软如绵、嫩如酥呢。真的有那么好吃，那么香吗？当然了，这个豆腐呢是黄豆做的水豆腐。它呢会放在一种特别的卤水中浸泡半个月，之后呢再经过茶油、经文火把它炸焦，佐以麻油辣酱。这个卤水里啊放有鲜冬笋、香菇，还有上等的白酒，所以啊有一股特别的鲜香。香莲跟我是同乡啊，不信你可以去问她，她也很喜欢吃的。真的吗？小凡姐，不能再跟你多说了，再说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正因为是在宫中，所以啊，这奇臭无比的东西啊，没有人敢弄来吃。要不然啊，哎呀，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得赶紧干活了。怎么还没见那个孟凡来啊？人家可能忙着巴结权贵了，只懂得阿谀奉承。我看他早晚不保。什么馊味道，这么臭？这个味道，难道是？孟思月，你拿的什么东西啊？这个呢是湖南特产臭豆腐。天下间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东西啊？臭豆腐，黑如墨，香如唇，嫩如酥，软如绒，味道可好了。来，香莲，来尝些湖南美食吧。香莲，你家乡有这么恶心的东西吗？这可是我家乡最有特色的美食哦。美食。香莲，快尝尝你家乡的这些特色美食吧。那我就却之不恭啦。好吃，每一口都有我家乡的味道。这10多年来啊，我一直在想念这个味道。没想到我今天终于一偿夙愿了，真的很好吃。多吃一点。
吃一点啊。孟思月，上仪大人，你应该知道宫中规矩，是不准吃这些东西的。上仪大人，我是觉得这些湖南的特色美食很有家乡风味，所以拿过来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刚才咱们差点被这些馊东西活活熏死了。上仪大人，今次我确实犯错，甘愿受罚。今次就从轻发落，只是减你10日月钱。不过再犯，我绝不姑息，必当重责，知道吗？知道。上仪大人，那这些臭豆腐要怎么办呀？这些臭豆腐确实令人不快，你赶紧找人处理一下吧。至于你找谁，我不管，最好找那些不怕臭豆腐的人去干。我知道了。香莲，那这些臭豆腐就有劳你处理掉了。知道。刘乐师，哎，你香莲姐，你终于一尝家乡美味，心已圆，恐怕七夕放水灯的时候也不会许什么愿了吧？我当然要许愿了，只愿你们每天一起床就要跟我一起吃臭豆腐。不会吧？这不是许愿，你这是毒咒啊！啊，七夕佳节，我们要在御前献艺。孟思月，你一定要给我们好好打理那些乐器，万不能有误。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哎，为何这个古筝如此邋遢？如果御前表演的时候给皇上皇后看见了，这可是大不敬的死罪呀！不可能啊！我们每天都把琴清理得很干净的，确保一尘不染啊。好，那么你要怎样解释眼前这些油渍呢？你们这些人办事不力，我要如实上报。根本就不关我们的事。刚刚我看见你们刘乐师把它弄脏之后就跑掉了。你不要血口喷人，推卸责任。你不相信啊？你看，这个油腻腻的大掌印，怎么可能是女儿家的？这是刘乐师刚刚留下来的。如果你不信，大家可以叫他过来对证一下，不就知道了？对啊，对啊，叫他来对证。算了算了，已经水落石出，就算了吧。这个琴呢，等一下我会马上把它清理干净的。有劳孟思月了。别客气。刚才谢谢你替我解围。没什么，我可不是为了你啊，我只是看不过眼，有人这样冤枉我们这些宫女。无论我们宫女之间有什么不和或者恩怨，也不可以眼看着其他人欺负到我们的头上来。小凡，看你今天如沐春风，必定有好事发生了。我跟上一局的宫女冰释前嫌，和解了。你终于可以放下心中这块大石头，实在是可喜可贺呀。不过，你一定花了不少的心思，对吧？多花些心思也是值得的。
人在宫中，多一些朋友，总比多一些敌人好啊。可是我在宫中，就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公主，虽然我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可是我们不但心意相通，你还处处为我着想，不像宫中其他人，他们说的都是谎话，干着欺诈的事情。所以就算只能交上你这一个朋友，我也已经心满意足了。可是我可能不像你说的那么好。怎么会呢？你是世间对我最好的人，如果没有你从旁支持，我万万也不可能坚持到现在。所以以后我待你啊，就像我的亲姐妹一样呢。我来了。这边。哪边？这儿呢。这里。来呀。哪儿啊？我抓你！我看你还真坏啊！来呀，这儿呢。来呀，这儿呢。我来了。看你往哪儿跑！让驸马爷亲一个。不好吧？不要啊！如果公主回来了怎么办啊？那又怎样？男女间的情绪，他懂吗？公主，彩梅，你先退下。你不是去御花园赏花了吗？那么早回来干嘛？我何时回来关你何事？你喜欢做什么，跟我也没有关系。好啊，那我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请便。公主殿下，他毕竟是驸马爷，也是你的夫君。你就这么看着他在宫中淫乱，也可以不闻不问吗？他虽然是驸马，可是我一日都没把他当成我的夫君。我心里面只有樊良一个，我在意的也只有他一个。明天是七夕佳节，想到牛郎织女都可以相遇，也不知道我跟樊良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小樊，你明天陪我去放个水灯，许个愿，希望我跟樊良可以早日相见。快点！小樊，你看，这里好热闹啊！宫中生活难挨，宫中每逢1年1度的七夕佳节，都会让宫奴们尽情享乐，所以宫奴们都会玩得很尽兴。今夜是个好日子，我们快去放水灯吧。公主，天上人间，岁岁年年，但愿苍天保佑，爱郎与我早日团圆。放孝牛郎织女，终身男耕女织，白头偕老，胜过宫中万年。
么心愿？我的心愿就是呢，就是不让你知道我许下的什么心愿。你戏弄我，你真坏。我不是戏弄你，我许的愿望就是能够和我的意中人长相厮守，永不分离。你总是甜言蜜语，我不信。喂，我说的可是真心话。我的水灯，我的水灯，是谁弄坏了我的水灯？是谁呀？是谁弄坏了我的水灯？是谁弄坏了我的水灯？谁呀？你看，是谁呀？我的水灯。谁弄坏了我的水灯？皇妹，参见太子殿下。皇兄，参见公主。刚才是我一时不慎，不小心弄坏了你的水灯，皇兄向你赔罪，希望你别介意。赔给公主一个水灯。是，没关系，没关系。水灯随水漂流，动静难以掌握，相信皇兄只是无心之失罢了。没错，没错，放灯许愿，心诚则灵。相信刚才河灯上的愿望早已抵达苍天，就算灯毁掉的话，也没有关系的。对，心诚则灵，相信上天必定会保佑我早日达成心愿。方才之事，望皇兄勿记在心。皇妹如此大量，皇兄在此谢过。我们就不打扰你欢度佳节的雅兴了。福儿，我们走吧。是。今夜是七夕，我真的很想念樊良。不知道，樊良是不是也在想念我？公主，孟凡为你去焚香燃烛，祈求上天保佑公主。好，就保佑我，早日可以跟樊良相见。眼睛怎么红红的？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发生？没什么，可能是刚才熏香烛熏的，双眼酸涩不适。真的？这里没有别人，大可安心。我只想听你由衷的说出真心话。其实我在为3个人感到可怜、可悲、可耻。这3个人，我都认识吗？安乐公主虽然身为皇室中人，可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不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却要下嫁给自己根本不爱的人。之后又怀有身孕，本来是一桩喜事，可是却偏偏意外滑胎。现在他又亲眼目睹驸马爷跟宫女私通鬼混，这不是很可怜吗？当日我也曾想帮他们出逃。今日适逢佳节，公主到此来放水灯，
相信一时，思念爱郎，为爱郎和自己祈福，希望可以早日成双成对吧。这个心愿，恐怕今生今世都不能成真了，因为樊良已经不在人世了。樊良死了，他是怎么死的？难道是？爱一个人本没有错，但是樊良爱的却是安乐公主，注定他要惨遭毒手。你说，这是不是很可悲？悲，实在是可悲。安乐公主一直很信任我，还把我当成知心朋友。可是樊良死了，我却没有告诉他。我还一直对他撒谎，我希望他可以活下去。可是，一旦开始撒谎，这个谎话就要永无止境地说下去。我真的觉得愧对公主。我这样做，跟那些伤害公主的人又有什么区别？我是不是很可耻？你不要自责，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世人就总会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说一些自己根本不想说的话。但只要你清楚自己所干的都是善意的，就没有什么可不可耻的了。多谢郡王爷开解。哦，对了，樊良葬在何处，也好让我看看他，祭拜他一番。就在京城外，西郊10里坡。难得我们在此一聚，我们何不尽情享乐一晚？这主意不错，龙姬，你觉得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当然奉陪到底。姐姐，我们两姐妹虽然同在宫中，但很少一起游玩，不如一起放水灯吧。好开心啊！开心就是要大家一起分享。着火啦！着火啦！怎么回事？这边着火了！哎呀，怎么办？这是不祥之兆。三公子，三公子，大事不好，仓库着火了。太子，太子，太危险了！太子，万万不可呀！放手！难道你让我看着他们就此烧毁吗？殿下，我是太子，收拾，等火扑灭了，我们再虚图后继吧。奴婢参见皇后娘娘。儿臣参见母后。免礼。谢母后。坐吧。母后今日前来，不知所为何事啊？娘亲来看女儿，还要有什么事啊？母后不论做什么，不都有很好的理由吗？驸马呢？不知道。哎呀，听说你跟驸马貌合神离，是不是因为？母后是想说，驸马公然在此跟宫女淫乱的事吧？真有此事？啊？他怎么敢这样？真是色胆包天！色胆也罢，斗胆也罢，
都与我无关。怎么无关呢？他始终是你的驸马，他怎么能这样欺负你呢？固然他是武三思的儿子，本宫也绝不会跟他善罢甘休的。母后，难得今天天气晴朗，女儿心情又很好，母后又何必为了此人大煞风景呢？好吧，好吧，不说这些。女儿啊，娘给你带来了一些上等的沉香，给。怎么样啊？香吧？这可是南海的沉香，焚燃少许，就可以芳香满室，有驱邪安神、养气活血、养心健脾的功效。真的不错，谢母后。母后，如今天干物燥，听说皇兄的仓库昨晚失火。小凡，你要谨记，弗然时一定要小心，知道了吗？奴婢知道。祸福无门，为人所招。太子以为奇货可居，他才囤积居奇，可没想到会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这叫什么呀？这叫咎由自取。哎呀，可怜这龙姬被他连累。不过怪龙姬他自己看错了情势。可是皇兄已经跟吐蕃达成买卖，如今布帛尽失，如何向吐蕃交代呢？那就废了他这个太子啊！他已经当众夸下了海口，说如果不增加国库，就不当这个太子。这不正好吗？啊，一来如他所愿，二来嘛，跟吐蕃也有个交代。打扫好了，不用你再费神打扫了。是吗？看你心事重重的，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没什么，我有一些衣服弄脏了，左思右想，就是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原来就这么简单啊！这么说你有办法？我不懂，我不懂，可是我知道有人会懂啊。是谁啊？上服局的赵上服嘛。对呀，无论绫罗绸缎，只要跟穿着有关的，他都懂。何止于此啊，简直是上通于天，下达于地，古往今来，非雷族可堪比拟。他真的有这么厉害？别听他们胡说。不过他们虽然吹嘘的有点过分，可是赵上服的本事却是无人不服。如果连他也帮不了你，那谁也帮不了你了。那我一定要跟他请教请教。不过他一向有些孤芳自赏，这外人找他帮忙，多半只会碰得一鼻子灰。如果你真有求于他，恐怕你得花上一点心思了。无论有多艰难，我都要去试一试。这怎么回事？你说，刚制造给皇后娘娘的衣服，怎么会染了污渍？怎么回事？说呀！刚才奴婢一不小心把拿给赵荣娘娘的杨梅弄脏了衣服，求求你赵上服救救奴婢，否则皇后娘娘怪罪下来，奴婢……你事事都这么粗心大意，迟早会害了你自己的性命，你知道吗？我知错了，求上服大人念在奴婢跟你这么多年，一直尽心伺候，您就救救奴婢这一次吧，救救我吧！你随了我多年，应该知道我的为人，犯错我不怕，但是
我绝不能让任何人丢了我上福局的脸。奴婢当然知道，就是因为上次上风局的柴上宫嘲笑我们给皇后娘娘新织的衣服不够华丽，所以这次上福大人才会如此紧张。既然你知道，就应该千万个小心呐！别以为我会轻饶了你，只不过眼下我是没有时间跟你计较了。我再问你一遍，你有没有按我的吩咐去做？先用硫磺烟熏过衣服。我有啊。来，打盆水来。是。好了，把衣服拿过去，撑起来晾一晾，等干了就好了。是。行了，你们干活去吧。是。赵尚福，你来干什么呀，孟思月？实不相瞒，孟凡有一事相求。第一，你跟我非亲非故；第二，你跟我们上福局没有任何关系，我为什么要帮你？赵尚福，赵尚福，怎么样了？少撒点颜料。是。清洁挂布。赵尚福。昔日太上皇最喜欢找赵尚福梳头，而我也有缘侍奉太上皇。舍妹小福呢，也曾经向赵尚福学习过梳头。总的来说，跟大人还算有缘，也不无关系啊。据我所知，近来孟思月是十分吃得开，由跟着安乐公主身边的小宫女，转眼间跃升为司虞局的司乐。哎呦，这可真是可喜可贺呀！不过，你有本事跟我没有关系，跟我上福局更毫无关系。柴上公曾经对我说过，吃的事情找冯上师，穿的事情找赵尚福。上福大人对绫罗绸缎，还有喜运缝补无所不知。但是如果不知道的事情，上福大人是不会去做的。这什么意思啊？如果不管了，那就没人知道上福大人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嘿，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这丫头，刚才的话究竟是柴上公说的呢，还是你想用激将法来激我呀？谁说的还不都是一样？柴上公说过的就是说过的，但是我说的呢，知道被大人拒绝之后，也会有这般说法。站住！你听明白了，不是你的激将法高明，而是我上福局绝不容许任何人说三道四。你最好想清楚，我可以派个人帮你的忙，但是你欠我的人情，可迟早要还的。得人恩果千年记，孟凡一定知恩图报。皇后，这肯定是皇后的所作所为。现如今，还不是追查元凶的时候。眼下这些布帛卷增已经熏黑，根本不能复运吐蕃，否则的话会触怒吐蕃，让本来快要平息的干戈
反而功亏一篑，到时再起战事，百姓又要遭殃了。奴婢叩见太子殿下、郡王爷。不必多礼。你们不用再为布帛捐赠的事情烦恼了。你叫我们不用烦恼，难道你有什么办法？我已经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替你们排忧解难。原来是上福局的人，难道你有办法把宣黑的布帛卷宗还原本来面目？奴婢要先看一下，才可以确定。据闻仓库失火，朕想知道那些布帛卷宗是否能如期复运啊？请父皇放心，绝对能如期交付。既然如此，本宫想亲自出去视察一下情况，太子不会拒绝吧？当然没问题了。好，既然没有问题，那就马上起驾。父皇稍等，儿臣还有要事禀报。皇儿，你这样吞吞吐吐的，好像是有心回避，难道有什么难言之处吗？皇上，此次交易已影响到两国的关系，微臣以为，皇上应起驾前去视察一番，以免有什么闪失。临淄郡王求见。传临淄郡王觐见。微臣叩见皇上、皇后娘娘。平身。谢皇上。启禀父皇，此乃仓库之内的布匹，还请父皇母后过目。若二位觉得仍不放心，二位可亲临仓库一看，便可知晓。璀璨艳丽，好。仓库失火，那些布帛捐赠真的未受损？此乃托父皇、母后洪福，仓库之内布匹幸存无恙。既然如此，朕就放心了。福儿，真可惜你没有亲眼目睹刚才母后在大殿上的样子。我现在想起来还特别的高兴呢。殿下果然没有让福儿失望，这证明福儿还是很有眼光的。其实，我本来也以为这一关我过不了，以为这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在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自己最珍惜的是什么。什么荣华富贵，什么荣誉权势，对我来说，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我最珍惜的，就是你，福儿。
最爱油嘴滑舌了。你好坏。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才不相信你。你要相信我，踏实。我要让所有人都叫你一声太子妃。莫凡，郡王爷，这批布帛本来已经熏黑了，多亏了你的帮忙，才能恢复原样，否则我和太子都会凶多吉少。所以本王将这批布帛送给你。我接受你的心意。我的心意远不止这些。殿下，殿下，出什么事了？韦后一驾亲临献王府，说是要探望项王和殿下。事情不简单呢。我先赶回项王府。万事小心。今日得蒙皇后娘娘到来，真是蓬荜生辉呀！太子这次渡过难关，金库里面又多了不少金银，侄儿真是功劳不小啊！娘娘过奖了。皇侄愧受娘娘赞许，匡扶社稷，匹夫有责。更何况隆基身为大唐宗室，本就责无旁贷。难得侄儿不会邀功，可是赏罚是要分明的。本宫已请准皇上，想给侄儿在京外选一个地址，造一座府邸。这点功劳实在不算什么，隆基不敢受此厚赐。皇上已经开了金口了，你就不要再推辞了。侄儿啊，你想在京外的什么地方造府邸呀？隆基暂时没有属意之地，请皇后娘娘容侄儿随后禀告。那没问题，3天吧，3天之后应该没问题了吧？啊，没有。好吧，到时候啊，本宫会亲自陪你一起去选择地址的。难得皇后娘娘纡尊降贵，隆基叩谢皇上、皇后娘娘圣恩。好，那我们就等着那一天的到来。皇后知道，殿下暗中帮了太子一把，必然是殿下为眼中钉，岂会请求皇上赏赐府邸？这其中必定有诈。当日张柬之5人被封王后一出京城即死于非命，只怕本王一旦踏出京城，亦会步其后尘。既然如此，何不让方生带领兵马沿途保护？可是皇后说要亲自跟我去视察选址，如果这样的话，我便不能私自带领兵马前去。这皇后奸为狡猾，看来皇后早就料到我有此一招，如今只能另谋计策自保了。
准备兵马行事。你说，娘娘如此行事，隆基他会有防范吗？他有防范又如何？本宫亲自跟他出京视察选旨，他敢带兵马同去？当然不敢，那可是大不敬的死罪呀！既然他身边并无亲信兵马，只要他一踏出京城，你就马上将他杀掉。他已和太子结党营私，图谋不轨，杀之死不足惜。总之，李隆基今日不出，他日必成后患。这次定要干脆的了结了他。假如皇后预先埋伏兵马，你这一去只有死路一条。不如你跟太子商量一下，共谋对策。太子冲动鲁莽，如果让他知道，一定跟韦氏硬拼，到时只会落得个玉石俱焚。那可以求太平公主啊。皇后最喜欢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我觉得她是不会轻易出手相助的。皇后最宠爱的是安乐公主，不过她比太平公主更难出手相助。安乐公主，京城外西郊10里坡。怎么样，不错吧？啊，你看，这一片可是一片福地呀，喜欢吗？非常喜欢。皇后娘娘，看来这里确实是大福之地啊。你可真是有眼力呀！哎呀，待他日府地落成之后，一定会天降鸿福的。但愿如娘娘所说。怎么像果儿的声音啊？妈良，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要丢下我？果儿，妈良，果儿，果儿，你，女儿，你在干什么呀？啊，果儿。果儿，你骗我！范良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要骗我？果儿，哎呀，果儿，听娘说，娘都是为了你好啊，果儿，都是为了你呀！走，回宫，来，听话啊，果儿，果儿，跟娘回宫，果儿，跟娘回宫，果儿，跟娘回宫吧啊！果儿呀，我要见范良，我要见范良。果儿啊，跟娘回宫！我要见范良！果儿，啊，果儿，果儿，果儿，龙七，快过来帮帮我呀！果儿，果儿啊，果儿，公主。皇后娘娘，御医已经给公主殿下诊断过。公主殿下只是过于激动，休养一下便无大碍，请皇后娘娘切勿过度忧心。果儿，你好好休息一下，睡一觉，乖，听话。贱婢，谁指使你把我的果儿害成这副模样？奴婢不敢。不敢？这个秘密本来只有你我知道，如果不是你泄露出去的，果儿又怎么会知道范良已经死了？奴婢从未跟公主说过此事。你有没有跟别的什么人说过？
因为樊良已经不在人世。樊良死了？他是怎么死的？难道是？把头抬起来，看着我。奴婢没有。再问有没有？真的没有。事关重大，奴婢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跟其他人说出这个秘密。真的？真的。要是这样，又怎么会那么巧呢？谅你也不懂。起来吧。谢皇后娘娘。你在这儿好好照顾公主。奴婢遵命。小马，孟凡，找我这么急干嘛？我想见临淄郡王，你可以帮我吗？你跟他认识吗？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哎呀，不要啊！万一公主回来了怎么办啊？上次被他看见了，他都若无其事，你还怕什么呢？嗯？哎呀！畜生！你说什么？我说你是畜生，应该说你连畜生都不如。你敢再说一遍？畜生！畜生！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当日我为什么会娶你？就是为了能跟你母后攀上点关系。你要干什么我不管，可是不要在我面前干这种恶心的事儿。那你可以不看了，这样我们可以相安无事。但如果你以后偏偏要给我找麻烦的话，就只能自讨苦吃。孟凡，你找我何事？安乐公主的情况如何？御医已经为安乐公主诊断过，还好没什么大碍。这下子我可就安心了。皇后娘娘为什么会跟你去京城外西郊十里坡？啊，那是因为皇上赐我府地，我跟皇后娘娘到那里视察选地。那么安乐公主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她又怎么知道樊良会葬在那里？我不知道。太子无意毁了公主的河灯，一直耿耿于怀。正好我认识造灯的工匠，所以让我来为公主引荐。放灯许愿，心诚则灵。其实皇兄何须介怀，当晚的事我早已忘了。虽然说河灯已经毁了，不过公主的一番心意，相信樊良泉下有知，也会感到安慰。
安乐公主知道了真相，对她会有多大的打击和伤痛？难道我会这样做吗？但是这件事情我只告诉过你，如果不是你，他又怎么会知道这个秘密？你在宫中生活了这么多年，难道不明白一个道理吗？就是任何不可能的事情，到最后，也都会有可能在这里发生。有脸来见我！你给我滚！给我滚！公主，是奴婢该死，奴婢不该一直瞒着公主。你给我住口！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任何一句鬼话了。奴婢这么做，是不想看着公主为了那个人一直消沉下去，所以才逼不得已。住口！够了！你们每个人都说为我好，为我好，根本都是骗人的鬼话。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公主，滚！三公子，武三思果然预先在后山暗中伏下兵马，欲对公子下手。若非公子机警，及时准备，后果不堪设想。安乐公主怎么样了？公主心神尚未完全平复，这阵子还在凤阳阁中，大闹脾气，谁也不肯接见。孟凡呢？公主生他气，恨孟凡一直隐瞒樊良的死讯，确实责骂了他一顿。不过，这只是一场小小的风波，相信很快就会雨过天晴。这个孟凡一向是很讨公主喜欢的。但愿如此吧。此次公子出此一招，也是逼迫无奈，出于自保，付出一点小小的牺牲，在所难免。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了。你继续替我留意着皇后和武三思那边的动静吧。是，属下告退。姐姐，这琴被你抹来抹去的，都抹上好半天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对啊，孟凡姐姐，我今天看你好像魂不守舍的样子，难不成我们又有什么地方得罪姐姐了？对啊，没有的事，你们不要乱猜。你若真是遇到什么困难，不妨说出来，
多一个人分担也是好的。对呀，我们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什么臭皮匠？我要做也得做个虾皮匠。你不是一向最会吹牛皮的吗？不做个臭皮匠，做个牛皮匠怎么样？牛皮匠，你才牛皮匠呢！参见郡王爷，参见上一大人。免礼。谢郡王爷。相王府日内将有宴会，孟思月，你和王爷商讨一下，谋定乐宫当日表演的诸般细节。孟凡遵命。这里并无外人，你大可不必表现得这么拘谨。你应该猜得到，本王这次前来，只是借故探问一下你的近况。谢郡王爷关心，奴婢很好。安乐公主，她怎么样了？公主的情绪是有点差，不过主子偶尔对奴婢发脾气，本来就没有什么大不了。更何况，奴婢的确是欺骗过公主。你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又怎么能算是欺骗呢？公主会明白奴婢的苦心吗？如果你感觉在公主那边待不下去了，千万不要勉强自己。谢谢郡王爷关心，但眼下这个时刻，奴婢最担心的，就是公主能否受得住这个打击。我相信，岁月能抚平任何伤痛。以公主倔强的性情，即使伤痛可以平复，但是毕竟是奴婢欺骗了她，以至于我永远失信于她。